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，重庆的地形就像他留下的抓痕。在中心城区，山地丘陵占90%以上，人均平地面积只有17平方米，也就能放下一个停车位。那么上万栋高楼，近600公里长的轨道交通，7000公里长的道路，该如何安放？难道重庆人会魔法？这一次，星球研究所和幻星极客007 GT 一起，在重庆寻找魔法。普通城市修路时遇到陡坡，建起长长的引桥，把路逐渐抬上去。而没地方的重庆，只能把路卷曲成了720度，卷成了一座弹簧桥。还有更烧脑的，这是一条高差近40米的狭窄山谷，但南北向内环路，东西向主干道，以及谷底原有的辅路经过这里，还要新增驶向机场的专用路。总共8个方向的车流要在此交汇。如果只是简单的两两连接，最多要建48条匝道，都修成一团乱麻了。这个立交桥究竟该怎么修？你看，要实现这2条主路从西向南的转换，转弯平缓，不需要跨越主干道的匝道，就是最好的选择。从东向北也能修建这样一条匝道。轮到从西向北的匝道该怎么修呢？使用魔法口诀合并。你看这条匝道可以和从西向南的匝道合并红色这一段，和从东向北的匝道合并蓝色这一段，最后从东向南的匝道也可以和从东向北的匝道合并绿色这一段，这样是不是简洁多了？只要我们逐个方向连接，看到重叠的匝道就合并。恭喜你，设计出了中国最复杂的立交桥之一的盘龙立交桥。它从上到下分为5层，高差近40米，相当于13层高楼。数下匝道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整整18条。此外，为避免迷路，每个匝道只给出2种方向选择，并在底层预设了掉头通道。不过，我们还有更智能的办法。还有一吧，我在。导航至盘龙立交，前方就能看到整个的盘龙立交了。多个方向的车在这里交汇，还是很复杂的。我们感受一下极客辅助驾驶的表现。幸好有极客辅助驾驶，让我们顺利通过了盘龙立交的复杂考验。而更高的苏家坝立交桥，用360度盘旋爬升72米，相当于把立交桥修到了24层高楼之上，真是现实版的凌云飞车。但立交桥毕竟还是得有点空地才能建，如果根本就没有空地呢？那就只能依靠魔法大楼。在嘉陵江南岸和鹅岭山脚之间，有一块大约长150米、宽20米的狭窄地块，正在开发一栋大楼。偏偏修建中的单轨2号线实在没有地方设置车站，也只能选址这里。怎么办？唯一的出路就是让轨道和楼共生，在楼内为轨道预留出一个通高3层的空间，让列车穿过。但是列车运行带来的噪音会影响居民的生活，更严重的是，频繁的震动对大楼来说是致命的。怎么办？设计师们给出了解法，只需让轨道的桥梁与大楼的承重结构完全分离，震动便无法传递。至于噪音，因为重庆的单轨列车采用充气橡胶轮胎和空气弹簧支撑车体，比钢轮钢轨的地铁更安静。再加上轨道上面的设备夹层和下面的站厅充当隔音屏障，让噪音降低7到19分贝，完全可以控制在国家标准之内。这
就是著名的李子坝站。我现在正在李子坝轻轨站的对面，大家一定知道我现在要干什么吧？太好吃了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重庆市中心的渝中半岛，山体与江岸最大高差超过200米，该怎么搭建一条下山的快速通道？单独开辟楼梯、扶梯、缆车，这是重庆过去的解题思路。这次交给你另辟蹊径。于是，你选取了山上的一栋建筑，将屋顶变为广场，再通过天桥与山脚的高楼连接，这样高楼内部的电梯就成为了公共的下山快速通道，同时也成就了楼顶即是路，我的1层是你的22层的魔幻景象。恭喜你设计出了魁星楼。同样的，还有白象居，利用楼盘内部一条长约140米的空中廊道，让各个单元与城市道路连为一体。还有没有更省空间的呢？那只能是把多种交通方式组合在一起。这是位于山体深处的红岩村地铁站。如果原本计划从4号口出的你，不小心走成了2号口，接下来你面对的将是141米，相当于5个解放碑的垂直高差。我走错了，台阶多达860级，你还爬吗？这算啥？继续爬。所长，等等我们跟不上了。加油，你们可以的。工程师早已为你考虑周全，10段电梯让你轻松来到山顶。这其实是将上下山的通道和地铁通道组合在了一起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垂直马拉松啊！冲！还有300。哎呀妈呀！6级。我突然看到了光明，我去！我爬完了，我现在是重庆人了。有没有更牛的？当然，把这种组合思维运用到极致，就是高铁、地铁组成的巨大交通枢纽，和购物中心、写字楼长在一起。公路与公园、体育场共享同一片土地，列车与汽车并肩疾驰。当每一寸土地都被赋予多重使命，山城的起伏便被悄然抹平。这么魔幻的设计，重庆的建筑师是不是头都秃了？哪个说的哦？你看我做设计30几年，脑壳上还恁个多毛。您的发量确实相当可以啊！你看，长江和嘉陵江原来的两岸都是层层叠叠的吊脚楼，现在的重庆，它虽然说已经修成新的钢筋混凝土房子了，但是还是跟山体是依附在一起的。重庆人有句话是吧，能够说明这个问题，就叫没得啥子的。对着山，对着这些地，它不是去排斥，而是想方设法怎么样大家一起共息、共存，进而共生，然后就用了很多很巧妙和直接的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每个城市、每块地都有它自身的魅力。作为设计师，不要去破坏它既有的魅力，也不要去损害以新的赋予它的功能，能够让两者之间去共存，这就是最好的设计。重庆交通那些魔幻、复杂、反常识的设计，生来并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一代又一代山城人在局促用地里练出来的空间智慧。在重庆，没得啥子的，有智慧就能开山辟路，有韧性便可过上巴适的生活。山地自有山地的路，重庆人自有重庆人的智慧。太好吃了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我们现在正在打野，来看看
昨我把你炖了吃了。来说说你这次拍摄的感受吧。我只能说，现在室内拍摄太不容易了，且拍且珍惜。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？确实挺好吃的，挺好吃的。豌杂面，味道不错。